首先，热烈欢迎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正义之士来到台湾。IPAC 从2020年成立以来，一直坚定支持台湾。各位会员在各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扮演关键的角色，推动支持台湾的决议和法案。每当台湾遭受来自中国的威胁，IPAC 也和台湾站在一起，声援台湾，力挺台湾。我要代表台湾人民向各位表达最真挚的感谢。这是 IPAC 在台湾召开年会，意义非常重大。有23国及欧洲议会，共49位国会议员和政要，不怕打压，不远千里而来。不但是历来人数最多的跨国国会议员访团，更展现出各国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，也向全球的民主伙伴发出重要的讯息：民主需要团结，民主需要守护。大家更以行动证明，愿意为对抗威权主义扩张而努力。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，站在世界民主防线的最前缘，有守护民主台湾的决心，更有和大家一起奋斗，维持区域和平的坚定信念。因为我们深信，台海的和平稳定跟全球的民主、和平与繁荣发展息息相关。近年来，中国在东海、南海扩军，不仅仅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，也和俄罗斯在南海、西太平洋进行海空联合军演。就在这个月，北约峰会联合声明更指出，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关键支持者。中国威权主义的对外扩张，除了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恫吓，也借由外交打压、经济胁迫、网络攻击、散布作假讯息等手段，不断提升灰色地带侵扰，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。此外，中国的扩权行为也经常是透过法律战，或是扭曲历史。法律是公平正义的防线，历史是自我反省的镜子，也不能够拿来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。稍后各位将探讨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，就是非常显著的例子。借这个机会，我要特别感谢美国政府以及欧洲议会等国际力量，分别透过公开说明或决议，反对中国错误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一中原则不当连接，企图用来限缩台湾的国际参与，并且建构中国武力犯台的法律依据。我要强调，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，就是对世界的威胁。台湾会尽一切力量，跟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，让民主伙伴国家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，携手促进世界的民主、和平与繁荣。这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，也是台湾当前的全球愿景。台湾将以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作为行动指引。第一根支柱是强化国防力量，我们将持续推动国防自主，以及对外进行军事采购，建立引进新兴技术的机制，以及建构全民防卫体系。上个月，我也宣布将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，来强化社会整体的韧性，足以因应各项挑战。上个礼拜，台湾刚举行全国性防卫作战的军事演习，今年特别以无剧本、实战化的方式，来验证国军的应变能力，也展现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。第二根支柱是建构经济安全。
台湾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及创新能力，半导体产业也领先全球，这是台湾的优势，也是台湾的责任。我们将持续努力，跟理念相近国家一起打造民主晶片永续供应链，促进世界的繁荣发展。我们也期盼台湾和各国深化经贸连结，包括加入 CPTPP， 与欧盟洽签经济伙伴协定，接续推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，以及台英提升贸易伙伴协议的后续协议谈判，共同创造更丰硕的经贸成果。第3根支柱是加强与民主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，共同发挥威慑的力量，以备战来避战，靠实力达到和平的目标。我们看到 G7 领袖上个月发表公报，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及繁荣不可或缺，并且首度纳入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。另外 ，IPEC 今年启动的 MISS 行动计划，让各国能够了解，在台海地区发生的任何冲突，都将对全世界造成比俄乌战争和 COVID-19 疫情更深远的经济冲击。我们除了表达由衷感谢，同时也将持续推动台湾的国际参与，在全球安全供应链、公共卫生、气候变迁等议题，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第4根支柱是稳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力。我们知道各位国际友人都很关切两岸关系，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，台湾会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，不卑不亢，维持现状。我们也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，以对话取代对抗，交流取代围堵，和中国进行交流，降低冲突，达到台海的和平稳定。以上我所提出的行动方案，将团结所有国人力量来落实。我们要以团结的民主台湾，为全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。台湾需要世界，世界也需要台湾。促进民主、和平、繁荣，是全球共同的目标。我要再次感谢各位力挺台湾，也期待我们继续团结一致，携手合作来落实愿景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